如果你这辈子只追求信奉理性与逻辑，这其实是一件好事，代表你追求一种极致的严谨。但在逻辑的最深处，藏着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想象一下，你手里有一张纸，正面写着背面的话是真的，背面写着正面的话是假的。这种死循环被称为说谎者悖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认为这只是无聊的文字游戏。我们相信只要理性的地基打得够深，现实世界的逻辑大厦就不会出现这种黑洞。但1931年，一个叫哥德尔的天才用数学精确地证明了裂缝其实就是地基的一部分。在哥德尔出现之前，人类正处于理性的巅峰，物理学建立在数学上，数学建立在逻辑上。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他想建立一套完备的逻辑架构。他相信只要给出足够的公理，我们就能用逻辑证明这世界上所有的真理。1930年9月8日，希尔伯特向全人类宣告，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那是人类对理性最绝对的信心。当时的人们相信宇宙是一台完美的机器，而数学就是它的说明书。当希尔伯特在台上高喊这句话时，台下掌声如雷。但他不知道，就在几小时前，25岁的哥德尔已经在逻辑的底层，他发现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构性缺陷。年轻的哥德尔第一次发表了他那著名的不完备定理，人类对绝对真理的梦想自此有了终点。1931年，哥德尔证明了著名的不完备定理。在那个时代，数学家认为数字与逻辑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但哥德尔想，如果我能让数学开口呢？他发明了一种叫哥德尔编码的天才技术。他给每一个抽象的逻辑符号都分配了独一无二的数字代号，接着利用质因数分解的唯一性，他将一连串复杂的逻辑公式压缩成一个巨大的唯一的整数。这件事最震撼的地方在于，一旦逻辑变成了数字，数学系统就不再只是冰冷的工具，它开始照向自己。透过这种编码，哥德尔让数学开始自省。他构造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数字，这个数字翻译回人类语言，意思是这个编号所代表的命题在目前的系统里是无法被证明的。这就是逻辑最吊诡的时刻。如果这个命题是真的，代表系统内存在真理，你却无法证明。如果这个命题是假的，代表系统内部出现了矛盾。哥德尔利用这套编码，让数学在自言自语中承认了自己的无能为力。这套编码告诉我们，一个系统如果要维持自洽，它就注定是不完美的。你只能在混乱的完备或遗憾的自洽中二选一。而人类为了建立严谨的科学，选择了后者，代价就是我们永远无法抵达终点。哥德尔利用这套编码，在数学系统的内部画下了一道理性的终极边界。他揭示了两个让当时所有数学家感到绝望的逻辑困境。第一，真理大于证明。系统内永远存在一些真实的命题，但你却永远无法用系统内的规则去证明它。这意味着从此以后，正确与可证明再也画不上等号。第二，系统无法自证清白。一个系统没办法在内部证明自己是逻辑自洽的，这就像一具最精密的仪器，却无法在不借助外部基准的情况下完成对自己的校准。这并非说数学错了，哥德尔证明的不是理性的失败，而是理性的诚实。他揭示了数学其实比人类想象的更广阔，有些真实注定超越了规则的范畴。这对当时试图寻求绝对真理的人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如果连宇宙最严密的语言数学都无法在内部自圆其说，那人类追求一辈子的终极答案，或许单靠逻辑系统本身永远无法抵达。这世界上有些真实注定只能被看见，而无法被证明。1950年代的普林斯顿大学，在那场理性的通天塔出现裂缝之后，校园的夕阳下经常能看到两个老人并肩散步，一个是爱因斯坦，另一个是消瘦的哥德尔。爱因斯坦曾说，我上班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哥德尔散步回家。爱因斯坦在晚年试图在微观世界的随机性中寻找那组最终完美的规律，而走在他身边的却是那个亲手证明了完备性绝不可能抵达的人。表面上是爱因斯坦在陪哥德尔散步，他试图把这脆弱焦虑的天才带回阳光里，给他一点生活的重量，但其实也是哥德尔在陪爱因斯坦散步。在那个量子力学统治，所有人都觉得爱因斯坦已经过时的年代，只有哥德尔能听懂那宏大的物理梦想，陪着这位老友继续追逐那个不可证明的同一场。这两个老人其实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抗不完备。爱因斯坦最著名的执着是那句上帝不掷骰子，他直觉地相信量子力学的随机性背后隐藏着一套绝对有序的终极说明书。他看见了那个和谐的真实，但直到他去世，他都无法在数学上证明它。或许这就是哥德尔最懂他的地方。当全世界都觉得爱因斯坦疯了、偏执了，只有哥德尔能平静理解他。没关系，系统内有些真实本来就无法被证明，你的直觉或许比你的公式更接近真理。这段散步成为他们在不完备的世界里唯一不需要证明却能感觉到温暖的真理。然而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了，晚年的哥德尔彻底走进自己对逻辑严密性的极致要求中。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悖论。这位证明了系统无法自证清白的天才，在生活中却陷入了必须获得绝对证明的执念。他怀疑有人要毒死他，所以只吃妻子做的饭。当妻子住院时，因为他无法在逻辑上获得食物100%安全的绝对证明，最终在恐惧中拒绝进食。去世时，他的体重仅剩29公斤。这并非单纯的疯狂，而是他对绝对逻辑追求到极致后的副作用。他太过严谨，严谨到无法容忍世界现实中任何一点点不确定性的噪音。他用生命向我们展示了，如果一个人试图仅靠逻辑来支撑生存的每一秒，那种纯粹的理性将会变得多么沉重。然而在这种极端的生存恐惧背后，晚年的哥德尔曾试图用极其严密的逻辑去推导系统外的某种终极存在。他的理由是，如果世界是理性构造的，那么像人类这样拥有无限潜能的生命，如果仅仅活了几十年就消散，这在逻辑上是不具备效能的，因而是不合理的。这正是他对理性边界的最后一次突围。既然系统内无法自证清白，那么唯一的解药或许只能存在于系统之外。哥德尔失败了吗？在数学上他画下理性的界限，但在生命中他直到最后一刻都试图用理性去触碰那个不可证明的源头。这或许是哥德尔留给世界的隐喻。理性是为了画出一条边界，让我们意识到在逻辑抵达不了的地方存在着直觉与经验。理性可以带你走很远，但最后的那1公里，你需要跨越逻辑的终点，去接触那些无法被证明的真实，也就是当下。回到当下，在这个数据与算法统治的时代，我们似乎也患上某种完备性焦虑。我们试图定义自我，要求 AI 给出完美的模型。我们本能的恐惧逻辑之外的盲区。但哥德尔的定理早已预言了算法的极限。即便强大如人工智慧，
它的底层逻辑也注定存在着无法计算的黑洞。它告诉我们，有些真实先于证明而存在，比如直觉，或是对生命的某种确信。正因为无法被证明，勇气才显得珍贵。回到开头那张正反面矛盾的纸，如果你执着于分辨哪一面才是真的，你会陷入死循环。但如果你放下逻辑，仅仅是把它握在手心，你会发现这张纸的重量就是真实。或许这种不完备并非世界的缺陷，而是给人类留下的呼吸空间。当逻辑走到尽头，看似是虚无，其实是真实大到了逻辑装不下的程度。剩下的部分就是我们称之为直觉、勇气或生命本身的重量。